这是一块只能种植普通灵米的低阶灵田，在岁月长河中变成荒地才是他的最终宿命。然而在我看到他的第一眼，就花费全部身家租下他后，种满了不值钱的普通灵米，众人暗地里嘲笑你是个傻子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你在收获灵米的同时，还能收获他们看不见的东西。此时天刚微亮，你就被隔壁的动静给吵醒了。你顶着一双布满血丝的通红眼睛，骂骂咧咧地推开木门，扛上灵锄，准备出门。一股无名火却又从心底冒了出来。隔壁女修昨晚动静太大，吵得人彻夜难眠。你咬了咬牙，暗暗发誓，等老子有了灵石，第一件事就是搞个隔音法阵。这破地方的隔音实在太差。昨晚你本想打坐练功，结果那动静搞得你心猿意马，气血上涌，差点走火入魔。没办法，只好怒抄清净经熬通宵。一想到今天还得去灵田干活，你的心态彻底炸裂。穿越5年了，还修什么仙？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。你本以为修仙是飞天遁地，剑气纵横，结果呢？一个四系伪灵根的倒霉蛋，被家族当成弃子，发配到这鬼地方服徭役，一种就是60年，修为卡在炼气2层，仙途无望。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当个灵农，在大后方种地。而今天恰好就是灵米收获的日子，可你脸上没有半点喜悦，反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因为丰收也意味着上头要来收税了。半道上，巷子里钻出个老农模样的修士，是你的邻居蔡老九，炼气4层，修为比你高。你挤出个笑脸打招呼，又叹了口气，说自己那点灵女诀的水平，今年的收成怕是悬了。蔡老九嘿嘿一笑，说交完税去轩阁喝一杯。你摇头拒绝，主要是穷。蔡老九啧了一声，说你小子真没劲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吗？你立刻反问，行啊，你请客。他当场骂你一边去。不多时，你们到了地方，半山坡上，数百亩灵田呈阶梯状铺开，金灿灿的零碎在风中摇曳。你俩各自走到自己的田里，开始忙活。可你看着自己田里那半亩绿油油的稻苗，嘴角疯狂抽搐，跟周围一片金黄格格不入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种的是蒜苗，这就是你那半吊子灵女诀的杰作。降雨不均，减产已成定局。你心里一阵发愁，但还是挥动灵镰开始收割。夕阳西下，你刚把灵米打好装袋，累得像条死狗，就听到一阵法气破空声。你心头一紧，抬头望去，一艘青叶法舟缓缓降落，一个腆着大肚子的胖子从上面走了下来，正是杜海富。他是这片灵田的监工，是你们这些灵农的土皇帝。杜海富笑呵呵地走过来，抓起一把米放进嘴里嚼了嚼，说品质不错。说罢，他掏出大豆法器开始称重，2时80斤，按7成税，该交196斤。接着眉头一皱，说怎么比上一季还少？杜海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眼神冷了下来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从怀里掏出一个装着大半身家的小锦囊，陪着笑脸递了过去，说田里出了点小问题，差的这点用灵石补上。杜海富掂了掂锦囊，脸色才缓和了一些，但他还是警告你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他将你的灵米收进储物袋，临走前却忽然别有深意地对你说，你知道蔡老九交了多少吗？是你2倍多。小子，我提点你一句，门内执事长老要统计今年赋税，排名末尾10个，全发配前线战营。说完，他驾招法舟扬长而去，只留下你呆立在原地，脑子里只剩下3个字，发配战营。夜幕降临，你回到小屋，关上门，把自己重重摔在床上，像条死狗，心乱如麻。战营那地方是低阶修士的绞肉机，就你这点修为，去了就是炮灰。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老子不想去当炮灰，不甘心，实在不甘心。你思来想去，疲惫感袭来，竟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蓦地，一道绚烂的光芒在你灵魂深处炸开，你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第2天，你扶着发胀的脑袋醒来，你晕乎乎的走到院子里的花坛边准备洗漱。这花坛里种着几十株灵道，是你平时练习灵女诀用的。可当你抬头看去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只见其中3株灵道上方竟然各自弹出一串金色的文字，名称金灵米，词条催熟，可收获。另外2株分别显示终极灵女诀5次和微弱法力，成熟度也都到了可收获的程度。你使劲揉了揉眼睛，不敢相信，奇猛啊，出现幻觉了。你死死盯着那3行金色词条，反复确认不是幻觉后，一股狂喜瞬间从心底喷涌而出。金手指，迟到了5年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你原本已经熄灭的仙途希望，在这一刻重新燃起了熊熊烈火。你强压下激动，小心翼翼靠近，伸手将那3株灵道从根部掐断。就在收起的瞬间，3道光芒自灵米中一闪而逝，化作3片叶子，静静地出现在你的识海里。你立刻回屋，关上门，盘腿坐在床上，心念一动，点在了那片刻着微弱法力的白色叶子上。刹那间，一股远超你预期的精纯法力在你丹田内轰然涌现。你吓了一跳，连忙运转长春宫炼化。明明只是微弱法力，竟然这么顶。良久，你感受着丹田内壮大了几分的法力，脸上露出狂喜。这一下顶得上你3个月苦修，卡了许久的炼气2层瓶颈，竟然都有了松动的迹象。要是再多来几个，突破3层指日可待。你强迫自己冷静，稳住，不能飘，必须稳住。你决定先按照往常的作息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出异常。吃完饭，你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的灵田，你转了一圈，发现一个规律，只有你自己亲手种下的灵芝才有可能出现词条，而且概率极低。你那半亩没熟的灵道里，成千上万株稻苗，只有1株闪烁着微弱法力的词条。你院子里那一下出3个，简直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你见四下无人，不再犹豫，杜海富的画像一把刀悬在头上，你必须尽快提升实力，先催熟这半亩地试试。你深吸一口气，心念一动，同时用掉了催熟词条和1次终极灵女诀。你掐起法诀，朝着那半亩灵田遥遥一指，轰！一团远比你平时施法浓郁的多的灵云在上空汇聚，瓢泼般的灵雨倾盆而下。这就是终极灵女诀。你心中震动不已，你感受着那流畅无阻的法力运转，以及对天地灵气的高效调动，心中升起一丝明悟。原来差距在这里。这场灵雨足足下了1炷香的时间，你脸色虽然苍白，但心中却是前所未有的自信。效果立竿见影，仅仅半天，那半亩灵道就疯长，傍晚时甚至已经开始结穗。这惊人的速度让你倒吸一口凉气。第2天一早，你再来时，那半亩灵米已然完全成熟，金光灿灿，产量和品质都比之前提升了2成不止。而那株带着词条的灵米也被你收获，化为了你修为的一部分。
子，你心里美滋滋的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转眼半个月过去，这期间你又去杜海富那租了2亩地，将5亩灵田全部种上了灵道苗，剩下的终极灵语诀词条，让你对这门法术的感悟越来越深，眼看就要自己掌握了，手头有了余粮，你也终于能空闲下来。今天你准备去一趟方氏，有2样东西必须买：储物袋，第二隔音法阵。你换了身干净衣服，扛着1袋灵米出了门，刚走到主干道，就迎面撞上2人。男的是这片棚户区唯一的练气后期大修士甬道友，而他身边那位挽着他胳膊的女人，正是你隔壁的邻居李延丽。你连忙放下米袋，恭敬地拱手行礼。甬道友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，便带着李延丽径直走过，全程没看你一眼。在你这种低阶灵农面前，他有骄傲的资本，你也不在意，只是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，心中暗叹，看来今晚又是一场恶战了。这让你购买隔音法阵的决心变得无比坚定。不多时，你来到方氏中心的一家店铺后门，这是蔡老九介绍的渠道，安全可靠。你直接开口：掌柜的，卖米，金灵米108斤，按市价5斤1块，下品灵石，道友意下如何？成交。你很爽快，21块灵石和几枚碎灵晶到手。对了，贵阁有隔音法阵吗？你握着还没捂热乎的灵石问道。掌柜回答：有，低阶隔音法阵，10块下品灵石。你咬了咬牙，说我再买个储物袋，能便宜点不？掌柜说储物袋12块，一共22块，给你去1块，成汇21块。交易完成，走出店铺，你摸着空空如也的钱袋，不禁感慨，真是哪里赚钱哪里花，1分都别想带回家。不过看着腰间崭新的储物袋，你相信这些灵石很快就能100倍1000倍的赚回来。你回到了屋里，隔音法阵一布置好，整个世界瞬间清静了。从今往后，不管隔壁怎么翻天覆地，都再也影响不到你。呼，舒服了，你长舒一口气。接下来，你的全部心思都扑在了那5亩灵田上，这可直接关系到你的未来和性命。因此，10天后，当灵田里的稻苗郁郁葱葱的冒出头时，你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。你最关心的是这次到底会刷出什么新词条。一眼扫过去，4个光点格外醒目，2条还是微弱法力，1条是驱兽诀5次，还有1条母种兽牙米。你心头一喜，除了老朋友微弱法力，竟然又多了2个新的，可惜还是没有催熟。你咂了咂嘴，有点惋惜。驱兽诀这玩意儿你熟，是赶走偷吃庄稼妖兽的灵芝法术，但这法术难练的出奇，比灵语诀还麻烦，会的人没几个。词条后面的5次，不用想，肯定就是能用5次。随即，你的目光死死锁在最后一个词条上，兽牙米。我靠，这名字好像在哪听过。你眉头紧锁，在记忆里疯狂搜索。突然，一道灵光闪过，你想起来了。你猛地一拍储物袋，一本破旧的册子应声而出，这是宗门发给你们这些底层灵农的灵植入门。你飞快翻到最后几页，找到了兽牙米，一阶下品灵植，米粒像野兽的牙齿，雪白透亮，吃了不仅能增强气血、强筋健骨，蕴含的灵气更是普通金灵米的5倍。这玩意儿可不是金灵米那种大陆货，而是正经的下品灵植，专攻炼体修士，在方氏里只要一出现，立刻就会被抢光。当然，好东西自然也娇贵，培育条件极为苛刻，必须用终极灵语诀长期浇灌，而且周期长的吓人，最差的也要2年才一熟，产量还低，价格是金灵米的10倍，种子更是贵得离谱。册子末尾还有一行红字特别标注：凡成功培育出兽牙米的灵农，赋税减半。这意味着冲击1阶灵植师资格，能种出1阶下品灵植，就意味着你有了冲击1阶灵植师的资格。那地位跟现在这种任人拿捏的底层苦哈哈完全是2个概念。兽牙米的种子，这波发了，你激动的差点跳起来。这下这5亩地成了你的命根子，必须比眼珠子还紧。3个多月后就是交税的日子，那才是真正的鬼门关，能不能活下去就看这一遭了。于是你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仔仔细细的把田里的杂草清理了一遍，然后用掉了最后一次终极灵语诀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你像个老黄牛一样忙碌不停，每天除了照看灵田，你所有时间都用来死磕长春宫和灵语诀。在亲身体验了5次完美的终极灵语诀后，你脑子里对那法术的感觉越来越清晰。终于在1个月后的一天，你站在田埂上，看着头顶那片覆盖了整整5亩地的灵雨，狂喜不已。终极灵语诀成了，从今天起，就算没有词条，你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施展这门法术。只不过你炼气2层的法力实在太不够用，即便如此，为了产量，你还是拼了。每一次施展终极灵语诀，你都把丹田里最后一丝法力榨干。为了保证每周能下2到3次灵雨，你每次从田里回来都脸色惨白，像是被女妖精吸干了一样，得扶着墙才能走。这下可好，街坊邻居看你的眼神都变了，各种调侃你是不是天天照顾隔壁李延丽的生意去。你只能尴尬笑笑，懒得解释，解释个屁，安心种田才是王道。看着田里一天比一天饱满的稻穗，你心里那叫一个踏实，功夫总算没白费。一晃2个多月过去，灵米成熟了。这一次，你收下4株带词条的灵道，4片散发着微光的叶子瞬间融入你的视海。紧接着，收割的日子到了，监工杜海富背着手，像个监工头子一样在田埂上溜达，监督着所有人。轮到你时，杜海富看着你田里的景象，难得的愣了一下，放眼望去，你那5亩地里金黄稻穗沉甸甸的，每一株都饱满的快炸开。你练成终极灵语诀了。杜海富转过头，审视的看着你，过了半晌，居然露出一丝赞赏。你低着头回答：前些天侥幸成功了。他点点头，让你去收。你立刻开始麻利的干活，整整1天，累得腰都快断了。总算收了满满8大袋灵米。杜海富开始称重，8袋20斤，缴税7成，合计574斤。他话音刚落，突然天空中一艘巨大的法舟破空而来，稳稳停在半空。船头上一个蓝袍老者面容古板，负手而立，他身后7、8个外门弟子恭敬站立。杜海富一见这人，立马像换了个人似的，点头哈腰的迎上去，拜见古执事，今年的灵米赋税都已收齐，请您过目。说完，他小心翼翼地递上一枚玉简，你也赶紧跟着低下头。这古执事显然是杜海富的顶头上司，气势压得人不敢抬头。古执事接过玉简扫了一眼，随即命令弟子将所有300多号灵农全部召集到一起。蔡老九从人群里挤到你身边，对你挤眉弄眼，问收成怎么样。你含糊说还行，又反问他上一季发财了怎么不吱声。蔡老九眼神飘忽，
明显心虚。就在这时，法州上的古执事开口了，声音不带一丝感情，却像一道炸雷在每个人耳边响起。今年3季赋税已收完，现宣布门内命令，全年灵米产量排名末尾的10人强制发配前线战营，不得抗命。人群瞬间炸了锅，满脸惊恐不安。古执事一声冷哼，炼气期圆满的威压轰然散开，全场顿时鸦雀无声。3个季度的产量排名都在这，自己看。他话音一落，身边弟子打出一道法诀，一道巨大的光幕在半空展开，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清晰可见。你赶紧抬头找自己名字，第156名。你长长吐出一口气，悬着的心终于落地，中游安全了？怎么可能？8担20斤！你旁边的蔡老九发出一声惊呼，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，光幕上你的名字下面赫然是157名，蔡九五他就排在你后面1名。要知道前2季他的产量可一直压着你，谁能想到你这第3季的产量直接爆，一个人拉高了全年的平均分，硬生生反超了他。最后10名上船跟我走。古执事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，那10个人瞬间面如死灰，他们不敢反抗，只能像行尸走肉一样被带上反中，希望尔等来年再接再厉，为宗门做贡献。古执事最后留下一句话，明年发配战营的名额是末尾30名。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浇在每个幸存者的头上，你心里也随之一沉。这次是突然袭击，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经过这么一搞，明年所有灵农之间必然会卷得你死我活，谁想去前线当炮灰啊？你看着识海中那4片词条叶子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要是搁在以前，半年内练成终极灵女诀，做梦都不敢这么做。而现在，你不仅做到了，还剩下250多斤精灵米，卖掉之后又能攒下一笔灵石。有了灵石，在这吃人的地方就多了一分活下去的底气。但是修为还是太低了，你很清楚，这样高强度榨干法力，时间长了肯定会损伤经脉。更何况你现在有了兽芽米的种子，想要种植它，炼气3层是最基本的要求。不知道那2道微弱法力词条能不能让我冲破这道坎？不行，必须更加玩命的种地，一定要把催熟词条给我刷出来。你下定了决心要突破炼气3层，你回到安静的小屋，盘腿坐在蒲团上，手里握着一块下品灵石，开始运功。片刻之后，你睁开眼，看着手心里化为粉末的灵石，脸色有些难看。用灵石修炼，对我这破灵根来说，纯粹是浪费。你摇了摇头，还是词条香，根本不用转化。你定了定神，准备动用那2道微弱法力词条。这2道词条顶得上我老老实实修炼半年了。你心念一动，第一片叶子化作暖流涌入体内，即便已经习惯，那股澎湃的法力洪流还是让你身体一震。你立刻引导法力按长春宫路线运转。长春宫你家传的功法，大陆货，没什么威力，修炼起来慢得像乌龟，唯一的优点就是养生，能比同阶修士多活几年，法力也稍微浑厚一点。过去你总觉得种田养生挺好，可现在你才明白，资源有限，不争不抢，只能在底层耗死。良久，一道微弱法力用尽，但你那层瓶颈依旧纹丝不动。你眉头一皱，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一咬牙，你用掉了最后一道微弱法力词条。又过了许久，2道词条全部耗尽，结果还是没能突破。你忍不住叹气，这就是资质的差距啊！炼气2层巅峰，就差那么临门一脚，却怎么也踹不进去。换个灵根好点的，这么多法力灌下去，早都突破了。不过你也没太灰心，比起以前那遥遥无期的感觉，现在已经好太多了。不能再这么干倒了，得换个思路，先考虑炼体自保。等种出兽芽米，可以先试试炼体，起码能多点自保的本事。但种兽芽米必须要有催熟词条配合，不然失败一次，母种就没了。回到姥姥家，你思来想去，心里有了个模糊的计划。于是第2天一早，吃过饭，你再次来到了青阳方室，还是聚轩阁。你直接把220斤精灵米拍在廖掌柜面前。廖掌柜看到这么多米，眼神都亮了几分，对你的态度也明显热情了不少。一共44块灵石，秦道友，你早有准备，掏出一张画着一口小钟的图纸，说我想定制这个驱兽诀用的兽鸣钟。廖掌柜一眼认了出来，巧了，我们有现货，下品法器，10块灵石。你愣了一下，这么便宜？呵呵，廖掌柜笑了，关键是法诀难练，钟只是个摆设，之前战营里不少人定组，真正练成的没几个，所以没人买。你秒懂了，爽快付了10块灵石，收起那口巴掌大的灵钟，又顺口问了句，掌柜的，有增进修为的丹药吗？你对突破的事还是不死心。廖掌柜便请你上3楼。片刻后，你神色如常的走了出来，身上揣着剩下的34块灵石，却一块也花不出去，因为3楼最便宜的丹药标价60块灵石，穷是一种病。回去路上，你顺道去了杜海夫那，想再多租1亩灵田，凭你现在的修为，5、6亩地已经是极限了。杜海夫却告诉你，来晚了，山上最后一块灵田也已经租出去了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果然跟我猜的一样，明年大家都要为活命拼了。转眼时间入冬，云泽大荒的冬天格外冷，棚户区飘起了小雪，这是灵田的休整期，也是你难得的喘息之机。这天一早，你正在门口清理积雪，隔壁木门开了，李延丽穿着一件惹眼的桃花袄走了出来，她身上那股独特的胭脂味混着冷空气一起飘了过来。你笑着打了个招呼，她对你抿嘴一笑，眼神在你身上转了一圈，问你上一季收成不错，赚了不少灵石吧？你客套说只是运气好而已，正准备回屋，她却突然叫住你，脸上浮现一抹羞涩，有些不好意思的压低声音说，前些日子她那边动静太大，打扰到你了，要是不嫌弃，进屋里来，姐给你做点好吃的，就当赔罪了。你直接被这记直球干懵了，一张老脸瞬间涨得通红，血气方刚的年纪，谁经得住这种考验？你脑子里嗡的一声，道心瞬间开始动摇，
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孔武有力的身影猛然在你脑海中闪过，那个练气8层的龙道友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！你瞬间就萎了。刚才那点躁动被冷水浇得干净，你尴尬挠头，说前几天翻地，腰有点疼。说完，头也不回的溜回了屋里，真是乱我道心。你赶紧用冷水拍了拍脸。正在这时，砰砰砰，敲门声响了，你心里一跳，不会吧，还真送上门了。既然你都这样了，那我今天就跟你拼了。你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拉开门，来人却是蔡老九，他提着2包东西，一脸笑嘻嘻，看见你却愣住了。怎么是你？你下意识脱口而出。蔡老九笑脸僵住，当场不乐意了，说自己好心送你胡地瓜烧，你还不待见，转头就要走。你连忙把他拉了回来，陪笑说不是那个意思，快进屋坐。蔡老九把一壶酒塞你怀里，没好气的问：附近来了新邻居你都不知道？你一脸茫然，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说前几天巷子里搬来个修士，是位货真价实的炼丹师。炼丹师？你心头巨震，修真百亿，丹师地位何其尊贵，谁修行离得开丹药？这种大人物怎么会搬来咱们这破地方？你不解地问。蔡老九催促你别废话，赶紧准备点见面礼，咱们一道去拜访一下，混个脸熟。片刻之后，你们来到门前，开门的是一个20多岁的白衣青年，炼气5层，比你俩强多了。你们自报家门，奉上礼物，你送5斤灵米。蔡老九多加了一壶酒。白衣青年自称苏玉清，收下礼物后，又回赠你们1人1个玉瓶。你打开一看，是一粒回气丹，市价5块零食。你和蔡老九对视一眼，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。人家这回礼比你俩的礼物加起来都贵重。在下的确是炼丹师。苏玉清坐下后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一丝傲气。不久前刚突破1阶中品，出来散散心。1阶中品炼丹师，你和蔡老九蹭的站起，连忙躬身行礼，失敬失敬，我等唐突了。这种人物放到哪都是大势力的座上宾，根本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攀得上。苏丹师坦然受礼，挥了挥手让你们坐下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又走进来一个人，你回头一看，瞳孔骤然一缩，竟然是拢道友。苏丹师立刻起身相迎，态度明显比对你们热情得多。拢道友也十分恭敬，打过招呼后，直接当着你们的面拿出了2个玉盒作为见面1阶中期妖兽内丹，还有宣灵草。苏丹师脸上终于露出了真正的笑容，他反手掏出一个精致的玉瓶递过去，聚灵丹2粒，对后期修士也有效果。随后，苏丹师和拢道友便热情攀谈起来，从炼丹聊到修炼，相见恨晚。自始至终，他们完全无视了你和蔡老九的存在。你们2人像2尊尴尬雕像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半刻钟后，你和蔡老九灰溜溜的告辞离开，2人的脸色都难看到了极点。你忍不住埋怨一句：太冒昧了，你怎么不早说他是中品丹师啊？蔡老九也一脸晦气，说自己哪知道，下次有这种好事别再叫我了。你闷声说道，心里堵得慌。4季轮转，又是一年春，你的5亩灵田已经翻好了土，种下了新一季的灵米。没错，这一次你把压箱底的母种兽芽米词条给用上，那感觉就像把全部身家压在了一场豪赌上。词条里的种子不多不少，刚好够种满1亩地。这一年，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火药味，山头上所有灵农都跟打了鸡血似的，一个个拼了命的干，生怕一个不留神就被别人甩在身后。杜海富在山头溜达一圈，看着这番景象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然而时间不等你，2个月一晃而过，你坐在田埂上，看着自己的田，脸拉得比驴都长。好消息是，靠着越来越熟练的终极灵语诀，4亩金灵米长势喜人，甚至刷出了3道新词条，其中1道就是你做梦都想要的催熟，另外2道是微弱反例。可坏消息也一样扎心，你寄予厚望的那1亩兽芽米屁反应都没有，连根毛都没长出来，到底哪出问题了？你烦躁地抓着头发，我明明是按书上说的种，灵语诀也没少用啊，这波不会真要血本无归吧？又是2个月过去，开年第1季的灵米收割了，你那1亩兽芽米地里依旧是光棍一条，你收获了70-30斤金灵米，识海里多了1道绿色的催熟词条和2道白色微弱法力词条，但你的排名已经掉到了200名开外。杜海富知道这事后，倒是没骂你，反而装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。他说你老老实实种金灵米多好，非要折腾兽芽米，白白浪费灵石，那玩意儿别说你了，就是门里的1阶灵芝师，成功的都没几个。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啊！你听得心里烦躁，却只能陪笑。你现在不担心排名，有词条在手，底气足得很。可这兽芽米让你很不甘心，唯一的催熟词条用还是不用？用了，要是还长不出来，那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最终，在一个死寂的午后，你还是咬了咬牙，对着那片光秃秃的土地，用掉了那道珍贵的催熟词条，死死盯着地面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就在你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一抹嫩绿猛地破土而出，成了！你眼睛里瞬间爆出金光，悬着的心终于落地，整个人都瘫软下来。紧接着，那嫩绿的幼苗就像打了激素一样疯狂生长，一直窜到2寸高才缓缓停下。看来越高级的灵植，需要的催熟词条就越多。你心里有了数，这玩意儿成熟期要3年，只能慢慢来了。先刷金灵米，传催熟词条。你满怀期待地看向那株幼苗，想看看这宝贝究竟能给你带来什么惊喜。下一秒，3道璀璨光芒炸开，高级灵语诀5次，品质提升1次，催熟5次。你激动的直接从田埂上蹦了起来。高级灵语诀，产量翻倍，这不是原地起飞是什么？你感觉这几个月的憋屈，在这一瞬间全都烟消云散。10天后，杜海富目瞪口呆地站在你的灵田前，他反复揉着自己的眼睛，那表情比吃了黄连还难看。他蹲下来，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那些带着独特红色纹路的稻苗，最后不得不承认，这就是兽芽米，真被你小子种出来了。他看着你，神色复杂的像一盘麻花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几天后，你揣着刚卖灵米赚的钱，又出了一趟门，兽芽米搞定了，该搞点防身的玩意儿了。你心里门清，这破世界指不定哪天就得跟人动手。灵根资质差，修炼慢，必须得有护身手段。目标青阳方士，还是那家聚轩阁。廖掌柜一见你，笑得跟朵菊花似的，直接把你往楼上4楼雅间请，咱们边喝边聊，还上了灵物茶。你心里有点犯嘀咕，这1年多，你总共也没来几次，今天这待遇怎么突然升级了？进了雅间，你还是老样子，从储物袋里掏出2大袋金灵米，老规矩，2袋，掌柜递你过秤。廖掌柜笑着称完，递给你一个钱袋，金灵米211是
惊，这是70块零食。秦道友，你点点，你眉头一皱，不对劲，这钱多了。掌柜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廖掌柜给你倒上茶，压低声音，方氏里灵米要涨价。他说，灵雨们在云泽大荒的战营发现了一条完整的3阶灵脉，可那地方被一个几千人的蛮荒部族占着，灵雨们吃了大亏，损失惨重。本来想叫支援，结果消息走漏，被金云谷那帮人给截胡了，双方直接撕破脸，连传送阵都被端了，补给线全断了。所以啊，不光是灵米，所有修炼资源都得涨。这场架短则3、5年，长则几10年，消停不了。末了，他又提醒你，听说有妖兽冲破了防线，不知去向，最近出门可千万小心。你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心里却惊涛骇浪。你知道，廖掌柜铺垫了这么多，该谈正事了。这老狐狸消息这么灵通，背后肯定不简单，跟他搞好关系没坏处。多谢掌柜相道，你放下茶杯，掌柜的还有其他事。廖掌柜呵呵一笑，眼神意味深长。秦道友，真人不露相啊！原来目标是兽牙米，等你那兽牙米熟了，能否卖给本店一部分？价格好说，市价上再加1成。你心头一震，这才几天，这老狐狸连你种出兽牙米的事都知道，你没有立刻答应，只说2年后能不能熟，你也不敢保证，留了条后路。廖掌柜只好继续打感情牌。机会来了，你沉吟片刻，话锋一转，不知道贵阁可有炼体功法出售？廖掌柜秒懂，直接从储物袋里掏出几本玉简，九转还阳功，顶阶功法直通筑基3000灵石，冥王淬体诀，高阶功法1000灵石，金刚断元功，中阶500灵石。听着他报菜名，你感觉自己的那点灵石跟纸糊的没什么区别。直到天煞幻魔经80灵石，你突然打断他，让他详细讲讲。结果廖掌柜脸都抽了一下，说拿错了，这是魔道功法，练了要被全天下追杀的。你当场无语，那你还卖？1个时辰后，你两手空空离开了聚轩阁。那些功法，你要么买不起，要么练起来要几10年，纯属扯淡。不过廖掌柜最后还是给你指了条明路。方氏东区有个阮家，家道中落了，祖上留下一部炼体功法，他出100灵石都没买下来，阮家非要加增强气血的丹药。廖掌柜觉得不值，或许你可以去碰碰运气，你懂了。廖掌柜这是暗示你用未来兽牙米的供货全当筹码，或许能成。作为回报，你也口头答应，兽牙米成熟后会优先卖给他一部分。这波交易算是双赢。你刚出店门，就迎面撞上一队行色匆匆的灵雨门巡逻队，杀气腾腾的往方氏外赶。你拉住一个看热闹的路人问，出了什么事？对方说是去杀妖兽，不过方氏里安全的很，筑基期妖兽都打不破防护阵，别乱跑就行。你若有所思的离开了。按照指引，你找到了方氏东区的阮家，却吃了闭门羹。邻居说阮家人出远门了，3、4个月后才回，你只能无奈作罢。回到棚户区，天色已晚，你心不在焉做着晚饭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方氏里安全，可你这棚户区防护阵可管不着。一阵敲门声让你瞬间警惕起来，打开门，你愣住了，来人竟然是那个炼气后期的陇道友。他开门见山说，听说你灵米品质不错，想收一些。你心里一盘算，笑着说大部分都卖了。陇道友皱眉问还剩多少？他全要，按市价。你决定赌一把，试探道我可听说这2天方氏里的米价要涨5成。陇道友明显愣住了，重新审视起你来。这消息他也是刚从自己的小圈子里知道。他沉默片刻，忽然笑了，说你消息很灵通，那就按涨价后的价格成交。你点头，卖给了他50斤存货，送走陇道友。你心里一阵感慨，连炼气后期的修士都开始囤货，天是真的要变了。你吃完一顿奢侈的灵米饭，盘膝坐上蒲团，开始运转长春功。识海里还剩2道微弱法力词条，就是今天了。你心念一动，一道词条瞬间消失，丹田内的法力像是决堤的洪水，疯狂冲击着经脉。当法力积攒到顶点时，一层看不见的薄膜应声而破。炼气期3层，你身上的法力波动瞬间提升了1个档次。你长长吐出一口浊气，感受着暴涨近1倍的灵力。多少年了，终于不用在炼气2层坐牢了。你压下心中狂喜，也很清楚这只是开始。炼气3层在即将到来的乱世里依旧是炮灰，你必须更快更强。转眼又是3个月过去，第2季精灵米只给你贡献了2道微弱法力词条，运气似乎用光了，但好在突破后法力大增，产量也破了90。你没再把灵米全卖掉，而是囤积了起来。方氏内米价已经疯涨了6成。你揣着突破150块大关的灵石，去廖掌柜那儿买了护身符和一柄下品法剑，心里更有安全感。10月底，秋风萧瑟，山林间落满了枯叶，掩盖了通往山顶的小径，也遮住了某些不祥的痕迹。第3季的灵米已经结穗，再过1个月就能丰收。所有灵农都跟护崽的母鸡一样，天天守在田里。你这一季只刷出了1道微弱法力词条，想要快速催熟兽牙米的想法彻底泡汤。你只能眼巴巴看着兽牙米灵田里那几道诱人的词条，慢慢等待。这天，你正在田里施展灵羽诀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你心中一凛，立刻收了法诀，回头，一个身穿白袍的青年修士正向你走来，居然是那位苏丹师。他来干什么？秦道友，他直奔主题。听说你种出了兽牙米，你连忙行礼，说只是侥幸成功，不必拘谨。他摆摆手，我来是为了兽牙米的半生之物赤灵露。你一脸懵逼，这玩意儿你听都没听过。苏丹师解释说，这是一种生僻的炼丹辅材，知道的人不多。他绕着你的兽牙米田转了一圈，啧啧称奇，说你这兽牙米培育的真不错，看来有独门秘方。你心说秘方没有，秘密倒是有一个。他轻轻拨开一株稻苗顶端叶子，示意你过去看。你凑过去，只见叶根处果然藏着一滴血红色的露珠，此物对灵芝无害，恰好我炼丹能用上。苏丹师取出一个玉瓶，可否容我收集一些？10块灵石。苏丹师说笑了，您尽管取用便是，你哪能收他的钱？跟丹师搞好关系，稳赚不赔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苏丹师刚要动手，突然窸窸窣窣，刷刷刷刷，周围树林疯狂摇晃，仿佛有千军万马在林中奔腾，直奔你们而来。苏丹师动作一顿，脸色微变，什么情况？你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捏紧了刚买的金光护身符。山上其他灵农也发现异常，纷纷停下手里的活。蓦地，刺耳的尖叫声撕裂了山间宁静，数十只浑身长满诡异黑毛的猴子疯了一样从林子里窜了出来，其中几只的气息
期，赫然达到了一阶中期。不好，是封豪侯！苏丹师惊呼一声，他一拍储物袋，一套阵旗瞬间飞出，一道淡蓝色光照将他笼罩。他语速极快，冲你吼道：“金光符没用，快进来！”你没有丝毫犹豫，一头扎进了光照。瞬间，外界的尖笑声被隔绝。你惊魂未定，向外望去，只见那些猴子口中发出一道道音波，被击中的玲珑瞬间双目赤红，状若癫狂，开始疯狂攻击身边的人。灵田里瞬间乱成一锅粥。一个炼气中期修士刚想御剑逃跑，就被音波扫中，惨叫一声从半空掉了下来。一只体型硕大的封豪猴猛扑上去，一口重创了他，当场殒命。尖锐的笑声仿佛要刺穿你的耳膜。你看着这一幕，头皮阵阵发麻，心脏狂跳，第一个念头就是跑。可你猛然顿住，你很清楚，现在离开苏丹师的阵法，下场只会和刚才那人一样。你回头看了一眼苏丹师，他虽然脸色难看，但还算镇定。别慌，我的阵法能顶一阵子。他沉声道。灵雨门的人很快就到。话音刚落，7、8只封豪猴竟然调转方向，呈包围之势朝你们狠狠扑了过来。为首的正是刚才那只带头的猴王。苏丹师的脸色也变了，眼看着那些畜生就要冲进兽牙米田，你眼都红了，当即一拍储物袋，眼神闪过一丝狠厉，一口铜制小钟在你手中浮现，你猛地掐诀，小钟瞬间变大，悬于半空，正是驱兽诀。你冲着那群猴子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跟我比嗓门是吧？行啊，看谁的音量大！一声巨响从你手中的铜钟法器里炸开，威震山林，这声音震耳欲聋，怒吼不绝，光听声势就足够害人。你站在中心，无数声浪像潮水一样一层层向四周冲刷出去，瞬间就将那些封豪猴的尖笑声彻底淹没。猴群的诡异音波当场被破，周围那些玲珑眼里的红光慢慢褪去，一个个都清醒过来。低阶猴子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四处逃窜。那几只本来要扑向阵法的猴子，离你的铜钟最近，被声波震得浑身黑毛倒竖，吓得瑟瑟发抖。但那只一阶中期的猴王只愣了几个呼吸，凶戾之气又冒了出来，仰天尖叫，又想把吓跑的猴群重新组织起来。很明显，他看穿了，你这招就是雷声大雨点小，看着吓人，其实没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，中看不中用，你自己都被吓了一跳。就这么一下，体内1/5法力瞬间被抽空。不过看到这招确实对猴群起了作用，你心里总算稳了点。秦道友竟然会驱兽诀，身后的苏丹师大吃一惊，看你的眼神都变了，好像重新认识了你这个人。你随口应了一句，说自己这招时灵时不灵，让苏丹师见笑了。对方却顾不上这些，秦道友小心，他们又上来了。听到提醒，你立刻打起精神，赶紧运转法力，又是一道驱兽诀轰了出去。半盏茶后，终于天空一道遁光划过，一艘巨大的法船瞬间悬停在你们灵田上空。你定睛一看，是灵雨门的古执事带着外门弟子来支援了，还算及时。你长长松了口气，就刚才那么一会儿，你已经把驱兽诀那5次词条全用光了。此刻你脸色苍白，丹田空空如也，要不是你的长春法力比别人多1倍，他们再晚来一步，你就真的油尽灯枯了，连微弱法力词条都得拿出来续命。这次妖兽偷袭发生的太快，前后不到半刻钟，加上那诡异的音波攻击，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古执事肺都快气炸了，灵田损失这么大，他这个主管肯定要被门内责罚。只见他屈指一弹，一口赤红飞剑脱手而出，一道红芒闪过，飞剑瞬间穿透了那只带头的猴王，空气瞬间安静。那只猴王从头到脚裂开一道血线，被一剑重创，当场陨落，炼气圆满，恐怖如斯。你看着古执事这雷霆手段，直接看傻了眼。灵雨门的人一到，这事就算结束了，剩下猴子很快被清剿干净。清理完现场，古执事上了法船，临走前回头问了一句：“刚才是谁施展的驱兽诀？”你正犹豫着，不想太出风头，苏丹师却先你一步站了出来，说是秦道友。这次多亏了他。古执事眯着眼打量了你几下，随即对杜海富冷声吩咐：“就是那个种出兽牙米的灵农，给他记一功，这个季度的灵米税减1成。”杜海富的表情比吃了黄连还难看，但还是连忙点头哈腰，减1成，减的自然是他那份提成。接着，古执事又郑重地对苏丹师说：“之前跟你谈的事还作数。”苏丹师却表示自己闲散惯了，不喜欢被约束，这事容后再说。说罢，古执事带着弟子们驾船离去。你松了口气，环顾四周，山坡上一片狼藉，只有你和少数几人的灵田幸免于难，好几块田损失过半，山上还有10几位灵农不幸遇难，多是受音波影响失控所致。看着那些倒在血泊里的尸体，你心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大家都是底层正命的苦哈哈，辛辛苦苦，到头来却顶不住一场意外。要不是苏丹师，我今天怕是也跟他们一个下场。你暗自庆幸，又突然想起蔡老九。苏丹师走了过来，递给你一瓶回气丹，说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是驱兽诀破了音波，今天你我怕是都悬了。你愣了一下，没有推辞，接过来一看，里面足足5粒丹药。你服下一枚，原地打坐调息。片刻后，苍白的脸上总算有了点血色。你站起身，跟苏丹师打了个招呼，说先去看看蔡老九。结果刚走到半路，就迎面撞上了他。他回头涂脸，身上挂了彩，拄着一根树枝，一瘸一拐往上走，狼狈不堪。一抬头看见你跟个没事人似的，瞬间破防了，简直无法接受。他说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中了猴子的血，居然拿锄头捅了他的后腰，别让他知道是谁。你见他只是皮外伤，也放了心，回了句你没事就好。结果蔡老九更不服气了，追问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，那群猴子是不是你家亲戚，舍不得动你。你有些无语，只好解释说巧了，碰上苏丹师了，要不是他，你现在估计都得给我烧纸了。什么苏丹师？他去你灵田干嘛？蔡老九一脸不解。你只好把苏丹师来要赤灵鹿的事简单说了一遍，顺带也把兽牙米的事讲了出来。你竟然种出兽牙米了！蔡老九瞠目结舌，感觉3观又被刷新了一遍。他来这10几年，试了多少次都失败了，一度怀疑是这里的灵脉不行，直到跟着你来到山后，亲眼看到那半人高的兽牙米，一时间他彻底说不出话来了，酸的不行。这回是真的羡慕嫉妒恨。秦明，你小子不仗义啊，亏我还送你酒喝，种出兽牙米都不告诉我一声。他抱怨完，还不忘过去跟苏丹师热情打招呼，随后又凑到你耳边，偷偷问你哪来的兽牙米灵种。你淡定回答，是廖掌柜那儿买的。
算是赌上了身家性命。蔡老九啧啧称奇，说你真是走了狗屎运，竟然真让你中出来了。你只是笑了笑，表示等米熟了，请他去聚轩阁喝一顿，他这才满意。2日过后，妖兽袭击的风波过去，灵雨门虽然增设了些防护措施，却也只是简易触警法阵。经过这次的事，你对提升实力的渴望前所未有的强烈，没有底牌就没有安全感，随时都可能生死道消。于是你再次来到了青阳方舍阮家大院，敲开门后，一个面容憔悴、头发半白的中年修士开了门。你开门见山说明来意，阮道友愣了一下，还是把你迎了进去。一进院子，满眼萧瑟，除了他再没别人。他开口就说，除非有增强气血的丹药或灵彩，否则只能让你白跑一趟。你点点头，转而问起这部功法。他叹了口气，指着破败院子，满是沧桑，说阮家偌大家业，就是拜这部功法所赐。他从储物袋取出一页兽皮，展示给你。此功法名为百宝琉璃经，修炼前提极为苛刻，必须有增强气血的天才地宝辅助。随着他的介绍，你逐渐明白了，这功法的路子很野，核心就是换血炼髓，靠吞噬各种增强气血的灵彩，不断换血炼髓，直到气血如汞浆，肉身晶莹如琉璃，炼到高深处，还能凝结出一件琉璃宝衣，辟法万邪，坚不可摧。你暗暗心惊，可阮道友接下来的话却给你泼了盆冷水。投入灵彩就是个无底洞，而且这只是一部残卷，只有前9层。你问他如今练到第几层，他脸上满是苦涩，耗尽家财，前后花了数千灵石，如今也才第3层。你再问家族中是否有人练到第5层，他说没有，在下已经是最高的了。你瞬间就懂了他为何急着卖。一番权衡之后，你果断开口，100灵石再加10斤兽牙米，这功法我收了。什么？你有兽牙米？阮道友颓废的眼神瞬间亮了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你淡然表示你还没熟，但种出来了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他立刻讨价还价，至少要20斤。你眉头一皱，二话不说扭头就走，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。20斤兽牙米，现在市价至少100灵石，他这是把你当冤大头。见你真走，阮道友当场就急了，连忙把你拦住，说有话好说，别急着走了。最后一番挣扎后，还是答应了。100灵石外加10斤兽牙米，就依你所言成交。你微微一笑，他又问兽牙米何时交付，你随口答大概还有2年。他想了想，提出一个折中方案，你先付100灵石，他把功法前5层复制给你，等米熟了，你再来取功法原本。你干脆的点头，随后从储物袋取出100灵石递过去，表面云淡风轻，心里却在滴血。这可是你好不容易攒下的全部家当，一把就梭哈了。交易成功后，你没多逗留，拿着玉简直接离开，回到棚户区，又回归了平凡的种田生活。你每天盯着灵田里的词条，心里盘算着，接下来2年，只要再刷出催熟词条，就准备偷偷移植一小部分兽牙米，提前催熟，用来修炼。毕竟现在这世道越来越乱了，区区2年，你等得起？可形势不等人，必须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。1个月后，最后一季灵米成熟了。这一次，古执事和杜海富亲自到场监督，你的金灵米产量再次突破，达到了10时又90斤，免了1成税后，你到手320斤。3个季度总排名，你更是冲进了前10。杜海富收税时，那态度简直天差地别，一口一个小情，叫得比蜜还甜。随后，古执事冷声宣布结果，排名末尾的30名修士上船跟我走。即便有妖兽袭扰，灵雨们依旧没有丝毫通融。那30名灵农面如死灰，失魂落魄地上了船。你看着他们，内心五味杂陈，目光却更坚定了。你拍了拍身旁蔡老九的肩膀，叫他别看了，走吧。蔡老九声音沙哑地问：“你说会不会有一天，我们也会是那30个人里的一个？”你身形一顿，没有说话，但你心里清楚，如果没有金手指，刚才那一幕或许就是你的答案。残酷得很。新的1年开春，你早早种下了金灵米。1个月后，4亩灵田里，你梦寐以求的词条终于出现了，催熟还有微弱法力。你内心一阵狂喜，等这一季灵米成熟，你就能提前收获一批兽牙米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你不是在种田，就是在修炼。闲暇时，你操控着新买的青灵剑上下翻飞，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古执事那惊天一剑，差距还很大。又是3个月飞逝，灵米成熟，你成功收获了催熟和微弱法力2条词条，外加390多斤金灵米，你的灵米库存已经突破700斤。当天傍晚，你趁着夜色，偷偷将几百株兽牙米，连同那3株带着词条的，一起移植进了自己的小院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你毫不犹豫，对那3株带着词条的灵植使用了催熟。在你紧张的注视下，3株兽牙米疯狂生长，小半日后开始减缓，已经结出了稻穗。照这速度，明天早上就能收了。第2天一早，你来到院子，3株兽牙米果然已经完全成熟。你小心翼翼剥开一粒，那米粒状如兽牙，通体雪白，内部却透着一抹鲜红，散发着淡淡清香。你赶紧将它们收割，瞬间3道绿色词条叶片静静出现在你的视海里。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开始。你按捺住激动，将注意力放在那几百株普通的兽牙米上，用掉了刚到手的催熟和品质提升词条。2个时辰后，就在这些兽牙米疯狂生长过程中，你的运气再次爆棚，它们之中竟然刷出了2条全新的词条，微弱气血。你当场惊了，这词条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制的。7天后，小院里那一片兽牙米也已完全成熟，你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，这可是精品兽牙米啊！终于等到了。你看着那2条金灿灿的微弱气血词条，知道自己的炼体之路终于可以正式开启了。你怀着激动心情，3下5除2就把几百株兽牙米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这一波操作直接让你收获了足足6斤精品兽牙米，表面多了几道血红色纹路。更关键的是，它蕴含的灵气和气血效果是普通货色的3倍。于是
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，你依葫芦画瓢，留了些种子，然后把尸骸里剩下的4道催熟词条全砸了进去，最终你一共收获了30斤精品兽牙米，外加4道微弱气血词条。你心里清楚，这么干有点败家，催熟词条都用光了，但已经顾不上了。当务之急是玩了命的提升实力。你知道这30斤米要是拿出去卖，不知道多少人会抢破头，但你更懂藏拙的道理。现在你就是个菜鸟，太高调就是找死。当天傍晚，你煮了一锅精品兽牙米，那香味简直能把人的魂都勾走。你端着锅直接坐到床上，二话不说开穴，很快一锅米饭就见了底。下一秒，一股炽热的能量洪流在你体内轰然引爆，你立刻盘腿坐好，按照百宝琉璃晶法门运转。这功法修炼起来很温和，不像别的那么要死要活，只是让你浑身暖洋洋的，逐渐发热发胀。一炷香后，你的皮肤已经红得像煮熟的虾子，周身甚至冒出淡淡红色雾气，这是要换血的征兆。你一咬牙，意念在尸海中一点，用掉1道微弱气血词条，一股更庞大的气血增幅如潮水般涌来。你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蒸笼里，一层血珠从皮肤中不断渗出，很快结成血痂，将整个人包裹起来，活像一个巨大的血茧。血茧之内，红光伴随着你的心跳，扑通扑通的闪烁着。整整2个时辰后，一道裂纹出现在血茧上，紧接着裂纹越来越多，整个血茧开始崩解脱落。破茧而出，一种全新的力量在你体内诞生，气血之力。这一刻，你正式踏入了百宝琉璃晶第1层。你感觉全身脏腑、骨骼、皮肤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，原本被晒得黝黑的皮肤，现在也变得白净光滑，还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坚韧薄膜，普通刀剑估计都伤不到你。你兴奋地冲到院子里，对着树下的石墨就是一拳，砰，碎石纷飞，整个石墨在你一拳之下直接崩成了无数碎块。浩强，你看着自己的拳头，欣喜若狂，这威力绝对比寻常的炼体1层修士要强得多，难怪那个软道友倾家荡产也要练。你仿佛找到了一条弯道超车的路，日子就这么在种田和修炼中飞速流逝。只要尸海里刷新出催熟词条，你就不犹豫，有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应堆，你的炼体进度简直1日千里。半年之后，靠着海量精品兽牙米和微弱气血词条，你硬生生把百宝琉璃晶堆到了第3层。这事要是让软道友知道了，估计得当场郁闷到吐血。你也终于明白，兽牙米和功法契合度太高。不过功法上说，前5层都只是打基础，真正的质变是突破到第5层，凝练出琉璃宝衣，到时候就不是普通炼体是能比的。而且强盛的气血对你将来冲击筑基期也大有裨益。修仙界想筑基，除了60岁前达到炼气圆满，还得过3大关：气血关、法力关、神识关。你现在走的这条路，正好完美解决了第1关。这半年里，还发生了一件你意料之外的事。苏丹师那个高傲的炼丹师，居然主动上门拜访了你2次。半年不见，他已经突破到炼气6层了，你羡慕的不行。炼丹师升级就是快啊，他每次来都是找你买些日常吃的灵米，一来二去，你们也熟络了起来。你用100斤精灵米跟他换了2枚能增进法力的聚灵丹，他欣然同意。这一天，苏丹师又来了，你特地准备了酒菜，还奢侈的买了些妖兽肉。这几次卖米，你干瘪的口袋又补了起来，足足有200多灵石。几次接触下来，你发现苏丹师虽然骨子里傲，但人还挺好相处。酒过3巡，苏丹师放下酒杯，直接表明来意，他准备炼制一种丹药，需要大量的英明花，想请你帮忙种植。你脑中立刻浮现出一种蓝草模样的灵植，一阶灵植，成熟周期1年。你记得这玩意儿是炼制一阶上品丹药洗髓丹的辅材，洗髓丹那可是炼气后期破阶用的宝贝，有价无市。你瞬间就想明白了，他这是要冲击上品丹师了。可你马上又有了新的疑问，这是为什么不找灵雨门的灵植师，反而来找我这个散修？苏丹师解释说，自己闲散惯了，不喜宗门约束，要是找他们，必然纠缠不清。你点了点头，却故意露出为难神色，说自己从没种过一阶灵植，怕是有点难。苏丹师却似笑非笑的看着你，连兽牙米你都能种出来，区区英明花自然不在话下。种子我提供，成功后每株我按5块灵石收购。你心头猛地一跳，5块灵石一株，这可是一大笔钱。沉吟片刻后，你开口说，自己也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英明花可以种，成熟后你只要1成，剩下都归他。不过你想跟苏丹师学2手炼丹之术，天大的机会摆在眼前，不抓住就是傻子。苏丹师愣了一下，随即失笑，说你原来在这儿等着他。不过炼丹烧钱，还看天赋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。你一听这话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，知道这是有戏了。这次是英明花，下次指不定是别的什么，只要搭上线，就能从他身上一点点掏干货。苏丹师想了想，说自己打算在这里再留3年。这样吧，你给我种3年灵药，我拿一些炼丹心得与你交换，成交。你喜上眉梢。苏丹师随即取出1枚玉简递给你，这本炼丹基础学，你先拿去看，里面有我初学时的一些总结。你接过玉简，神识一扫，顿时大喜，哪是什么基础学，这分明是苏丹师自己的学习笔记，系统详尽，还标注了心得，值了。单凭这本书，就算白给他种3年底也血赚。就在这时，屋外响起了敲门声，你起身去开门，门外站着的居然是拢道友。你热情招呼，快请进，一起吃点。拢道友本想拒绝，可一看到屋里坐着的苏丹师，心头就是一震。他在看桌上饭菜，灵米、灵酒、妖兽肉，这一顿饭没5块灵石下不来，显然对你和苏丹师的关系起了新的判断。他匆匆买了80斤灵米，付了20块灵石，寒暄几句后就告辞了。送走他，你回到饭桌，苏丹师打趣你最近卖米可是大发奇财，你谦虚的说只是勉强糊口，跟他比不了。酒足饭饱后，苏丹师留下1包英明花种子，告诉你他会在灵田附近再租一块地，让你在那儿种。几天后，你拿着牌子，扛着锄头来到灵田，恶补了几天灵植书籍后，发现英明花最难的是授粉，这花开时需要御风法术，而且必须在7天花期内用专门法术完成7次以上授粉，这可把你给难住了。总不能让我亲自去给花授粉吧？你头疼的自语，先种了再说。自从炼体3层后，你力气大涨，翻地跟玩似的，很快就弄好了3亩地。你施展了终极灵雨诀，看着湿润土地，心里盘算，实在不行就只能用我的催熟绝招了。修炼完，你心情大好，准备去轩阁卖点
点米，顺便打听一下御风法术。廖掌柜一见你依旧热情，你也不废话，直接掏出3大袋米，足足380斤，换了120块零食。你顺口问起灵米价格和方式情况，廖掌柜压低声音说：灵米还是老样子，不过符箓、法器和丹药最近还会涨，灵雨门在前线开荒，伤亡惨重，又在征召散修了。你心里一沉，又问有没有御史风群的法术卖？有，御兽诀、驱虫术、控灵经，任意一本，300零食。廖掌柜热情推荐，你撇了撇嘴，直接说算了，他这是想把你刚到手的零食全榨干。你现在兜里拢共也就300多块，于是你转而问起中品攻击符箓、中品雷剑符，100零食一张。你咬了咬牙，还是买了一张，这可是能救命的东西。傍晚，你回到棚户去，晚饭照例是一锅精品兽牙米，吃完便开始修炼。你发现百宝琉璃晶越往后，需要的资源就越多，简直是个无底洞。刚收工，门外忽然响起一串急促的敲门声，你从门缝看去，是蔡老九。此刻他满头大汗，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。你打开门，问他怎么了。蔡老九结结巴巴，声音都在抖，说出大事了，陇道友陨落了。你脑袋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怎么可能？陇道友可是炼气后期，你完全不敢相信。蔡老九说他被劫修杀了，尸体就在旁边河道里，刚被发现，叫你快去看看。你心里一慌，跟着他火急火燎的冲了过去。出事地点离你的住处居然只有几百丈远，河边已经围了一大群人，个个面带惊恐。你挤进人群，一眼就看到了河里尸体，果真是陇道友。他浑身上下被扒了个精光，储物袋不翼而飞，身上有多处法器伤痕，已经不幸离世。听说是昨晚就被杀了，尸体卡在桥洞，现在才冲出来，周围议论纷纷，都在猜能无声无息杀了陇道友的劫修到底是什么修为。很快，灵雨门巡逻队赶到，疏散了人群，但领头统领看到尸体后，也是一脸凝重。你魂不守舍的回到屋里，后背阵阵发凉，危险竟然离你如此之近，棚户区不安全了。你立刻意识到，必须想办法搬进方室里去，再不能继续拖了。陇道友一死，这里的宵小之辈恐怕会立刻猖獗起来，凶手连尸体都懒得处理，就这么明晃晃的抛尸河中，这根本就是在示威。你把那张中品雷剑符紧紧捏在袖口里，才稍稍感到一丝安全。不行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你知道资源也快不够了，你心里很清楚，百宝琉璃晶到了3层后，精品兽牙米的效果已经开始减弱，你需要品质更高的灵米。可品质提升这个词条已经半年没出现过。你思索至此，眼中闪过一抹决绝，赌了。你决定将最后一道催熟词条用在那3亩阴冥花上，你就赌这一把，赌它能给你刷出一个品质提升词条。陇道友的死就像一片阴霾压在你心头，也压在了整个棚户区。一连几天，巷子里死气沉沉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到了晚上更是没人敢出来，就算灵雨门加强巡逻，你也只敢结伴行动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几天灵田里反倒成了最安全的地方，因为古执事亲自带队巡逻，他的巨大法舟每隔3天就会在灵田上空悬停半天，这让你安心不少。看来灵雨门也不想补给线出任何差。你的那3亩阴冥花田里，你早就用掉了催熟词条。2天后，当你看到翠绿的幼苗破土而出时，你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紧接着，你看到了3道金光闪闪的词条，差点没当场叫出来。御风诀，催熟5次，血脉返祖1次。你盯着那几行字，揉了揉眼睛，确定自己没看错，狂喜至极，这才叫气运。你再也忍不住，在空无一人的灵田里放声大笑。御风诀可以引导灵风为灵植授粉，而血脉返祖则是让灵植进化为上一代形态。品质提升没出，但出了个更炸裂的玩意儿。你立刻掏出那本灵植奇物志，飞快翻到兽牙米那一页，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兽牙米的祖先是一种1阶极品灵植血黄米，只差1线就能踏入2阶的狠角色。食用后可极大增强修仙者气血，气血为凝者慎用。这玩意儿不光是炼体修士的梦中情米，更是血道功法的圣品，据说早已在修仙界绝迹，而且它的生长条件比兽牙米还苛刻，需要妖兽精血浇灌，灵气也得管够，成熟期动辄10年。你死死盯着血脉返祖那条词条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苏丹师，你可真是我的活菩萨。不过眼下你没了催熟词条，只能干等着下一季的精灵米。转眼间3个月过去，你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你的精灵米田里又刷出了一道催熟词条，万事俱备，只差妖兽精血，上哪儿弄呢？你在小屋里来回踱步，自己去猎杀妖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险冒不了一点，还是花钱最稳妥。2天后，你从青阳方式的肉铺里咬着牙花了150块零食，买了10斤1阶妖兽的精血，应该够用了吧？你回到院子，先用精灵米田里新得的催熟词条，把那3株带词条的阴冥花给催熟了。瞬间，你的识海里多了3片叶子，2绿1蓝，能让灵芝返祖，不愧是蓝色词条。你暗自赞叹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你又跑了趟去轩阁，在廖掌柜那儿砸了100多灵石，买了套小型的隐匿阵法。这次你不仅要梭哈灵石，连词条都要梭哈了，连压箱底的高级灵雨诀也准备用上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你先催熟了那批精品兽牙米，等到米苗刚刚发芽，你立刻对着它们使用了血脉返祖词条。霎时间，眼前灵芝景象大变，几百株妖异的赤红色植物疯狂生长，取代了原来的稻苗，一道金灿灿的词条随之浮现，充沛气血。兽牙米的稻叶全部凋零，取而代之的是竹节般的质感，上面结出了一条条血质般的赤色灵米。你一鼓作气，对着它们甩出了催熟词条。不愧是1阶极品灵植，硬是让你连用了3道催熟，才把这批血黄米催熟到10年份。接着又用掉高级灵雨诀，配合妖兽精血开始浇灌，法术一展开，你体内的法力瞬间被抽空大半，果然不是炼气初期能玩的。你一咬牙，连着用了2道微弱法力词条续命，头顶的隐
秘阵法内，一团乌云漩涡凭空出现，电闪雷鸣。幸亏有阵法遮掩，不然动静太大，你松了口气。放心，大胆施法。血黄米一接触到精血灵域，竟像活物一样诡异的蠕动起来，疯狂吸收。米粒外的血色阴云越来越浓，在高级灵羽绝霸道作用下，周围灵气被瞬间抽空，化为养分。血黄米的分支上竟然又接触一批新的灵穗，你也没浪费这个机会，死死记住高级灵羽诀的施法感悟。半个月后，你几乎没合眼。终于，血黄米全部成熟，而你的词条也消耗的只剩下御风诀。微弱气血2道，充沛气血1道。你小心翼翼收割完灵米，然后把院子里所有痕迹清理干净。这玩意儿绝对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。做完这一切，你看着储物袋里那堆赤红如血的灵米，激动的心脏狂跳。你舔了舔嘴唇，露出一抹压抑不住的笑意。来，让我尝尝这传说中的血黄米到底是个什么味儿。你期待的捧起一碗米饭，你舀起一勺，送进嘴里，轰！一股磅礴的气血之力如同火山爆发，直冲你的天灵盖。就算早有准备，也差点被这股力量冲昏过去。你立刻运起百宝琉璃晶，疯狂搬运气血，炼髓换血。刹那间，你全身升腾起浓浓血雾，皮肤下像有虫子在爬，奇痒难耐。你感觉自己的血液都烧开了，气血一次次被压缩提炼，逐渐变得粘稠。你将剩下的米饭一口气吃完，整个人的气血瞬间被推到了顶点。你猛地睁开双眼，皮肤上换血形成的结痂层层脱落。百宝琉璃晶第4层突破，你振奋不已。终于，第4层相当于炼体中期了。短短1年，你脱胎换骨，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4层还不够，你攥紧拳头，要尽快冲到第5层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你彻底成了个宅男，除了去灵田应付一下，剩下时间全用来猛练百宝琉璃晶。在血黄米的加持下，你的进度1日千里。时光飞逝，又是半年过去。屋内，你双目紧闭，体内的气血已经粘稠的如同汞浆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只差临门一脚就能突破第5层。你不再犹豫，直接用掉了那道金色充沛气血词条。瞬间，你眼前一黑，感觉像是有一片汪洋大海从头顶倒灌下来，压得你差点窒息。这道词条带来的气血增幅，丝毫不比一碗血黄米差。你耳边响起了血液奔流的巨响，灵石内视，你的身体内部仿佛化作了一片无边血海，粘稠如汞浆。突然，血海深处一道滔天巨浪卷起，瞬间将你的意识吞没。你的脑海一声炸响，体内的气血之力再次蜕变，疯狂强化你的肉身筋骨。紧接着，一层琉璃般的宝光从你皮肤下浮现，如同一件贴身长袍，覆盖了你每一寸肌肤。琉璃宝衣，宝衣凝成的那一刻，意味着你正式踏入百宝琉璃晶第5层，炼体完成了质变。你现在的实力已经远超同阶。你顺手拿起青灵法剑，对着自己手臂用力一划，皮肤上只留下了一道白痕，随即消失不见。寻常法器已经伤不到你了，你心中大喜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涌上心头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琉璃宝衣还能抵御法术。第5层就这么猛，那书上说的竟然都是真的。前5层搞定了，必须尽快把软道友手上后4层功法弄到手。你对后续充满了更强烈的期待。一番洗漱后，你收敛了全身血气，外表看去还是那个皮肤微黑的普通玲珑，但整个人的精气神已经截然不同，眼神内敛而锐利。现在总算在这乱世里有了一点自保之力了，这应该算是我来这里的第一张底牌吧。真不容易啊，被劫修搅得紧绷的神经总算松弛了一些。还有最后2个月，你那一亩兽牙米就要成熟了，到时候不仅能换来后续功法，还能晋升为1阶下品灵职师，享受赋税减半的待遇，地位和收入都将大大提升。不过晋升还需要通过灵职知识考核，这是你必须拿下。有了灵职师这块招牌，以后办事方便得多。炼体暂时无法寸进，你便开始狂补灵职知识，顺便学习炼丹。你甚至从廖掌柜那儿买了个小丹炉，试着炼了几炉基础丹药，结果全都炼成了一炉黑炭。现实无情打脸，看来没人指点，光看书真不行啊！你对着一炉废渣无奈叹气，只能指望阴灵花成熟时，苏丹师能提点你几句了。2个月后，你站在灵田附近的一棵大树下，抬头盯着一个锅盖大的土黄色蜂巢，成千上万只雪白蜜蜂绕着蜂巢飞舞，这些是云荒大泽特有的4翼双蜂，毒刺能短暂麻痹修士反力。当然，你现在已经不把它们放在眼里了，你只是在寻找蜂后，准备施展御风诀。找到了，你眼睛一亮，手中掐诀，对着蜂巢右下角打了过去。识海中的御风诀词条瞬间激活，巢穴深处，一只体型比普通蜜蜂大5倍的蜂后猛地一颤，双目露出一丝迷茫。成了，你清晰感觉到自己和蜂后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，立刻下达命令。下一秒，整窝双蜂倾巢而出，黑压压一片，直奔你那3亩阴灵花田飞去。效果惊人，果然有用，你大喜过望，立刻命令蜂群开始授粉。很快，3亩阴灵花田里到处都是忙碌的双蜂。你满意地点了点头。苏丹师当初只要求1/10成活率，而你直接把成活率干到了9成。等这7天授粉结束，品质绝对差不了。300多株阴灵花，按1株5块灵石算，那也是1000多块灵石的大生意。你琢磨着，是时候往灵草灵药方向发展了。7日后，阴灵花散发出浓郁清香，可以采收了。你给苏丹师发了传讯符，不一会儿，他背着小竹篓，不疾不徐地走了过来。可当他看到那3亩盛开的阴灵花时，脸上的从容瞬间消失，表情变得极其精彩。这都是你种的？他指着灵田，看你的眼神充满不可思议。你嘿嘿一笑，只说侥幸，纯属侥幸。苏丹师瞪了你一眼，说你这是在糊弄鬼，哪有这妖巧的事？说着，他小心翼翼摘下一株，仔细端详，点头表示品质上乘，可以入药。随后，他重新上下打量，缓缓说道：“真没看出来，秦道友的灵植天赋如此之高，在这里当个灵农，真是屈才了。”你苦笑着摆摆手，说：“不过是
是运气好罢了。这么多树的英宁花，我可欠了你一个不小的人情。苏丹师想了想，终于说道：“我这人不喜欢欠人情，这样吧，以后我炼丹时，准许你在旁边观摩，我不会手把手教，能学到多少，全看你自己，如何？”你闻言，心头瞬间狂喜，忙活了一整年，等的不就是这句话吗？你到现在还忘不了那2枚聚灵丹的滋味，做梦都想自己炼出来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你立刻拱手道谢。两人开始采摘，总共320株，按说好的，我9你1。苏丹师数完，分给你32株。他还提醒你，记得放玉盒里，不然药性会流失，你小心接过，妥善收好。苏丹师告辞离去，说炼丹时会通知你。你没急着走，而是把那群双峰放回了原处，心里盘算着这群小家伙以后种灵草还用得上，改天买个零售袋再来收了他们。2天后，灵米成熟，古执事照例带人来征收，你那1亩寿芽米自然成了全场焦点。很快，收割称重完毕，杜海富对着你高声喊道：“金灵米12是80斤，寿芽米4010斤。”报完数，他笑盈盈凑到你身边，态度180度大转弯：“恭喜秦道友，寿芽米种植工程，从今往后赋税一律减半。”你一时还有点不习惯，这家伙以前可都是叫你小秦的。你客气的回了一句：“以后还请杜监工多照顾。”杜海富又递给你一块木牌，说这是灵执师考核的身份牌，随时可以去方氏完成考核。提前恭喜秦道友踏入一阶灵执师的行列。缴完赋税，你还剩下600多斤金灵米和210斤寿芽米，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小秦，说好了的。蔡老九羡慕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凑过来挤眉弄眼，该请我去轩阁搓一顿。你心情大好，笑着点头，行，请你。正好你也得去廖掌柜那卖米，顺便去一趟阮家，把百宝琉璃晶的后4层拿到手。青阳方氏聚轩阁包厢，你点了一桌好酒好菜，和蔡老九大快朵颐。廖掌柜笑眯眯的坐在一旁陪酒，心里算盘打得飞快，他很清楚，你那寿芽米才是今天的主菜。酒过3巡，廖掌柜搓着手，终于忍不住开口：“秦道友，那个寿芽米。”你仰头干了一杯酒，这才不紧不慢取出灵米。金灵米500多斤，寿芽米100斤，都在这。廖掌柜的眼睛瞬间亮了，他几乎无视了金灵米，目光全落在那袋寿芽米上，抓出几粒仔细端详，脸上的激动之色越来越浓。秦道友，你这寿芽米品质极佳，都快接近精品了。这批货要是操作的好，利润能翻好几倍。更关键的是，和你搞好关系，就等于掌握了独家渠道。想到这，廖掌柜下了决心：“秦道友，这批寿芽米我做主，比市价高2成收，6块0石1斤，如何？”你没立刻答应。廖掌柜见状，连忙从储物袋取出一块玉牌，郑重递给你：“这是聚轩阁的折扣牌，以后您在任何分店消费，一律8折。”你接过玉牌看了看，这才点头成交。廖掌柜大喜，立刻称重算账：金灵米510斤，170块0石；寿芽米105斤，630块0石，总共800块下品0石，一次性入账8000石。你腰杆瞬间硬了许多，蔡老九看的眼都直了。交易完成后，你又顺口问了句：“最近方氏没什么事吧？”廖掌柜低声道：“老样子，灵雨门的传送阵还在抢修，估计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”你点了点头，心里有数。这顿饭，廖掌柜爽快的给你打了8折，还送了一壶灵酒，给足了面子。离开聚轩阁，你和蔡老九分道扬镳，独自一人去了执事堂。考核很顺利，1个时辰搞定。负责考核的执事在你的身份木牌上盖了法力印戳，木牌背面那株灵芝图案的一片叶子被点亮，标志着你正式成为1阶下品灵芝师，身份终于不一样了。你走在方氏街上，把玩着身份木牌，心情不错。路过街边时，一位女修上前搭话，询问是否需要陪同。你目不斜视，直接走过。对方啐了一口，骂你真没劲，你却懒得理会，继续前行。来到阮家大院，这里靠近方氏中心，独门独院，还自带阵法。你顺道打听了一下，最差的院子1年都要300灵石，而且现在全租满了，想租还得去执事堂排号。听说今年排号的已经排到900多号了，你听得直咂舌。要不是看中这里的2阶法阵安全，谁都不租。到了阮家大院门口，你抬手敲门，敲了半天门没人应，你只好给阮道友发了一道传讯符。片刻后，传讯符亮了，对方说自己在外面处理事情，短时间回不去，要不就给你个地址，麻烦你跑一趟。你眉头一皱，感觉有些不对劲，思索片刻后，还是谨慎的选择再等等。你回复说，现在外面不太平，等他什么时候回来了，再通知自己一声就行。阮道友又出门了，你怎么也没想到，又扑了个空。体验过百宝琉璃晶的厉害之处，你对剩下的功法真是心痒难耐，可看来也只能再等等，不好贸然行动。你在方氏里随便逛了逛，买了个零售袋和一些肉食，就回了棚户去。第2天，你用金灵米和妖兽肉做了顿香喷喷的早餐，正准备开动，敲门声又响了。你从门缝往外一瞧，是个不怎么来往的邻居。出于礼貌，你还是把人请了进来。对方满脸堆笑，说听说秦道友成了1阶灵执师，特来恭贺，还提着一小袋礼物，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人家这么热情，你也不好推辞，到了生谢就收下了。结果那邻居的眼光一扫到你桌上的灵米瘦肉饭，羡慕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寒暄几句，他便识趣的告辞了。你吃完饭刚要去洗碗，咚咚咚，又他妈是敲门声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眉头一皱，嘀咕着又凑到门缝，这一看差点吓了你一跳。好家伙，竟然是你的女邻居李妍丽。她今天化了精致的妆，手里也提着个小包。看到她这副模样，你反倒松了口气，还好，估计也是来社交的，不是来干别的。果然，李妍丽进屋道了贺，闲聊几句也就走了。只是她那张脸，就算铺了再厚的粉，也盖不住底下的憔悴，看来还没从牢笼的死里走出来。没了大靠山，未来难过。你没留她，她走的时候只留给你一个幽怨又复杂的眼神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陆陆续续总有人上门，搞得你头都大了。你最烦这种应酬，但人家送礼上门，也不好把人赶出去，只能一一谢过。这一天，你正在蒲团上修炼，传讯符突然亮了。你停下修炼，拿起一看，是阮道友发来的消息，说自己现在方便交易，正在路过方氏，但手头有急事，来不及回家了。这次出去短则1-2年，长则3、5年不回来。你若方便，现在就交易。紧接着又补了一条，说别担心，刚碰上巡逻队熟人，他们也在这。你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回了过去，问在哪见面。对方说方氏往
东那条路上。你答应下来，收起东西，直接出了门，路过棚户区河边，几个中年女修正搓着衣服，看见你连招呼都懒得打，等你走远了，酸溜溜的话才飘了过来。不就是个异界灵职师吗？又不是炼丹师，神气什么？你撇撇嘴，懒得跟他们计较。一盏茶功夫，你就到了阮道友说的地方。你没急着现身，先在远处草丛里猫着观察了一会儿。冷风吹过，荒草遍地。不远处路上，几个人影正站着。阮道友正满脸笑意的跟2个身穿灵雨门制服的巡逻队修士聊着天。你定睛一看，那2个巡逻队的还是熟面孔，经常来棚户区巡逻，原来是他们。这下你心里的最后一丝疑虑也打消了。你站起身，径直走了过去，故作平静，没有露出异样。阮道友一看见你，立马高兴的迎了上来，又对那2个巡逻使拱了拱手，说2位稍等，自己处理点小事，马上回来。随后转头对你客套，说最近实在太忙了。你挤出个笑，直接问东西带了吧。他也满脸期待的问，你的兽牙米也熟了吧？你一拍储物袋，取出1小袋兽牙米，刚好10斤，打开给他看了一眼，犬牙大小的灵米，白里透红，清香扑鼻。没错，是兽牙米，品质真不错。阮道友的眼中一丝贪婪一闪而过，他却忽然又问，敢问秦道友，这兽牙米收成应该不止这10斤吧？你一听这话，眉头就皱了起来，我中了多少？好像跟你没关系吧？他连忙尴尬笑笑，说只是随口问问。随后从储物袋里拿出了那张兽皮，一手交皮，一手交米，兽皮到手，你检查无误，刚要松口气，体内营卫气血却猛然传来强烈警兆，一股杀气精准的扎进你脑子里，你瞬间明白了，但脸上却不动声色，依旧低头假装翻看兽皮。2、3，还有2个，你心中飞快莫属，足足5道杀气正从不同方向悄无声息的锁定你。3道来自阮道友和那2个灵雨门巡逻修士，另外2道则藏在暗处，电光火石之间，你就明白了自己这是掉进了别人挖好的坑里。但你的脸上没有一丝慌乱。阮道友炼气5层，2个巡逻，1个5层，1个6层，暗处2个暂时感觉不到修为，无数念头在你脑中闪过，瞬间做出决定。你慢悠悠的收起兽皮，脸上重新挂起微笑，又从储物袋里掏出1个小锦囊，你冲着那2个灵雨门巡逻使拱了拱手，2位巡逻使辛苦，一点小意思，以后经过巷子的时候还请多照顾。说着，你就朝他们走了过去，要把东西送上。那2人对视一眼，嘴角同时勾起一丝讥讽。就在你离他们仅有几步之遥，马上就要动手的瞬间，哟呵，这不是正人君子吗？好着来玩野战啊！早说嘛！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，你回头一看，居然是那个勾栏里的绿衫妖娆女子，她身边还站着一个虬髯大汉，2人身上都散发着杀气，死死盯着你。炼气4层，炼气5层，齐活了，5个人就是一伙的劫修。这小子是真他妈的胆小。此时的阮道友也不装了，凶相毕露，舔着嘴唇，吊了他几次都不出来。要不是让2位巡逻使冒着风险，还真搞不定他。赶紧解决，拿东西走人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虬髯大汉瓮声瓮气地说，就凭他那个炼气5层的巡逻使嗤笑一声，根本没把你这个炼气3层的灵农放在眼里。5人已经将你团团围住，然而下一刻你率先动手，你双腿猛地弯曲，整个人如炮弹般弹射而起。你反手一拍储物袋，本想拿清灵法剑，结果情急之下竟然抓了把翻地用的灵铲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气血之力瞬间灌注到灵铲上，你手臂肌肉奔张如钢筋，对着离你最近的那个炼气5层巡逻使，想也不想，一铲子就狠狠劈了下去。那巡逻使被你的速度吓了一跳，只觉得眼前一滑，你人就到了跟前，他不敢再拖打，急忙掐诀，一道蓝色护盾瞬间罩住全身，扑哧，指一下，他的法力护盾在你一铲子下跟纸糊的一样，瞬间爆碎。他脸上闪过惊骇，连忙又激活一张金光护身符，周身再起一层金色护盾，扑哧，又是一下，金光护身符连一息都没撑住，再次破碎。噌，那巡逻使被你近身，慌乱后退，却正好把脖子送到了你的铲刃下，一铲直接扎了个对穿，呲，鲜血狂喷，他捂着脖子倒在地上，浑身抽搐几下，当场毙命。这一幕快到极致，一个照面，一个自视甚高的炼气5层修士被你瞬杀，周围4个人全都看傻了。不好，是体修，快退！另一个炼气6层的巡逻使反应最快，飞身后退的同时，一道终极锋刃术已经朝你射来，你不管不顾，周身气血之力彻底爆发，一件琉璃宝衣瞬间覆盖全身，你再次跃起，砰！终极锋刃术狠狠砍在你胸口，发出一声闷响，却连你的皮都没擦破。屁法，怎么可能？那巡逻使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阮道有3人也反应过来，各种法术、法器疯了一样从后面朝你砸来，你根本不理会身后的攻击，眼神死死锁定那个炼气6层的巡逻使，手中灵铲当头劈下，当那人急忙祭出一个乌黑圆盾法器挡在身前，灵铲劈在圆盾上，火花四溅，那修士却被你这恐怖的力道劈得连人带盾飞出10几丈远，轰的一声撞在土坡上，咳，他喷出一大口鲜血，满眼惊惧，这他妈是人的力量，这简直像被一头妖兽正面撞上。你身形腾挪，硬扛下几道躲不开的法术，一个箭步已经闪到那修士跟前，伸手就抓，他想反抗，却被你一把抓住手腕，猛地向下一压。炼气修士的力量在你这个炼体怪物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，你一脚把他踹翻在地，狠狠踩住，举起灵铲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顿猛扎，扑哧扑哧扑哧，转眼间他的脑袋就被你扎成了个烂西瓜。身后阮道有3人已经吓傻了，连炼气6层都扛不住一招，这他妈是灵农琉璃宝衣第5层，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快？阮道友终于看出了门道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祭出非洲法器就想跑，你手中的灵铲化作一道残影呼啸而出，唰，灵铲精准的切断了他一条大腿。阮道友惨叫着从半空中摔了下来，他拖着断腿在地上挣扎。别，你一个箭步上前，捡起灵铲，没有一丝犹豫，扑哧，一颗人头冲天而起。剩下的绿衫女子和虬髯大汉见状，脸都白了，分头就跑。但跟你比速度，你几个纵跃就追到虬髯大汉身后，右手探出，一把捏住他的后颈，猛地一拉，
道友，别杀我，都是姓阮的。你眼神冰冷，猛然抡起铲子，半个脖子直接被你剁开。你猛然回头，手中灵铲再次化作一道流光，对准逃窜的绿衫女子。是灵铲从她后心穿入，巨大的力道带着她飞出数米，将她死死钉在了地上。荒野上，你浑身浴血，戾气冲天，你麻利的搜刮了5人的储物袋，一个火球术把尸体烧了个干净，仔仔细细清除了所有痕迹，确认万无一失后，才转身消失在荒野中。就这点实力，也敢当劫修？回到小屋，你开始清点战利品，2个灵域门修士，加起来500多块灵石，几件法器，还有2张没来得及用的中品符箓。那面被你劈出裂口的乌黑圆盾是唯一的中品法器，修还能用。另外3人凑了600多块灵石和一些下品玩意儿，这一波光灵石就到手1000多块。果然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你忍不住感慨，你把值钱的都留下，剩下的垃圾一个火球术全烧了。做完这些，你才开始琢磨，这5个人8成是阮道友贪图你的兽牙米，才临时找来的帮手，而且灵宇门的人竟然跟劫修混在一起，这背后的水恐怕深得很。不过只要不惹到你头上，你懒得管。今天要不是你突破了炼体5层，现在被清点储物袋的就是你自己了。2天后，棚户区的气氛又紧张起来，灵宇门死了2个巡逻，这是闹大了，等于是在打宗门的脸。整个方氏附近都开始戒严搜查，这劫修太嚣张了，先是拢道友，现在连灵宇门的人都敢杀。听着巷子里的议论，你嘴角抽了抽，扛起灵锄出门干活。你翻完自己的5亩地，又顺手把苏丹师那3亩也翻了。接着你把树上那窝4翼双峰收进灵兽袋，以后种灵草用得着。刚忙完，苏丹师的传讯就到了，他要开炉炼丹了，让你过去。你精神一振，终于要开始了。你立刻赶到苏丹师的院子，一进屋，苏丹师已经在做准备了。此次我要炼制的是一阶上品丹药洗髓丹，饶是你早有猜测，此刻也不禁动容。他这是要当场突破上品炼丹师，那我可就是唯一的见证人了。跟我来，带你见识见识好东西。苏丹师嘿嘿一笑，神神秘秘地领着你往里走，他这笑容让你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推开最里面一间房的门，轰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你往里一看，直接惊呆了。房间里摆着一尊紫色丹炉，各种操作台一应俱全。最让你吃惊的是，丹炉下面竟然连通着地火，这他妈是个完整的炼丹房。苏丹师看着你目瞪口呆的样子，得意地说道：“怎么样？谁能想到这棚户区下面居然藏着一条地脉之火的分支？整个棚户区也就我这地方能把它引出来。你久久无言，还有这种操作，这等于白嫖了宗门级的资源。难怪他一个中品丹师愿意在这破地方待好几年。”苏丹师补充道：“当然，这种地火只适合炼低阶丹药，2阶以上就得用修士自己的真火。你暗暗啧舌，1阶上品丹药在他嘴里都只是低阶，再看看自己的那一堆破烂，能炼成才怪了。得想办法蹭一蹭他这个炼丹房才行。”你心里盘算起来。行了，我要开始了，你在旁边看着，别出声。苏丹师神色变得郑重，炼丹过程一气呵成，半点差错都不能有。你点了点头，安静地站到一边。苏丹师打开火阀，轰的一声，炽热的地火瞬间升腾。他取出各种灵草，开始提取药胚。你瞪大眼睛，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，那是一套极为高明的炼制手法，行云流水，丝滑无比。顷刻之间，所有药胚就提炼完毕，质量和纯度都远超于你。接着是配药，他随手一抓，分量就精准到毫厘。你搞定这2步需要大半天，他只用了1刻钟，这就是差距。下一步是重头戏，他手中掐诀，轻轻一拨，暴动的地火瞬间变得温顺无比。你看着他那手惊艳的控火诀，心痒难耐，准备就绪。他抬手一招，药胚飞入丹炉，你目不转睛，生怕错过任何细节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苏丹师一边控火，一边控制药胚融合，神情越来越严肃。到了最后一步，你屏住呼吸。就在这时，噗，丹炉里冒起一阵黑烟，这都失败了。你不禁惋惜，这一炉灵材就得好几百灵石吧。但苏丹师表情不变，仿佛早有所料。他冷静地清理掉药渣，不紧不慢地开始第2次。他一共准备了10几份材料，第2次失败，第3次失败，一直练到第12份，夜已经深了。苏丹师额头全是汗，神经紧绷。终于，丹炉发出一声脆鸣，一股浓郁至极的丹香瞬间弥漫开来。丹成，苏丹师大喜过望，伸手一招，6枚青色灵丹滴溜溜落入他手中。你眼巴巴地望着那几枚丹药，吞了吞口水，这玩意儿1枚就能在拍卖行拍出上千灵石的天价。这也意味着苏丹师成功突破为上品炼丹师。恭喜苏丹师，你适时的道贺。苏丹师心情大好，收起洗髓丹，又掏出一个玉瓶抛给你，见者有份。你接过来一看，是1枚聚灵丹。多谢苏丹师。相比丹药，这次观摩炼丹的全过程对你来说才是最珍贵的收获。秦道友，接下来1年，我要巩固上品丹药的炼制。苏玉清，苏丹师说道。你继续帮我种灵草，不过你立刻一笑，苏兄需要种什么，直说便可。苏玉清有些意外的看了你一眼，随即释然道：也对，秦道友在灵芝一道上天赋异禀，以后不必拘谨，叫我苏兄就行。好的，苏兄，这次要你种的是2种1阶中品灵芝，寒烟草和灵竹果。他取出2包种子递给你，你接过来一看，一包是20-30粒黑色草籽，另一包是10几颗花生大小的果核。苏玉清笑盈盈的看着你，这2种灵芝，秦道友可认得？你思索片刻，点头道：自然认得。寒烟草用途广泛，但这灵竹果果含剧毒，叶如锯齿，需以毒虫喂养，而且这2种灵芝对灵气要求苛刻，在1阶灵脉，除非用高级灵羽绝浇灌，否则极难成熟。苏玉清佩服的拍了拍你的肩膀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怎么样，中品灵芝种植不易，不管收获如何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。你眼睛一亮，毫不犹豫，成交。第2天一大早，你扛着灵锄就去了灵田，8亩灵田，你打算种3亩金灵米，3亩兽牙米，剩下2亩就种寒烟草和灵竹果。半天时间，你就将8亩灵田全部种完，并试了一遍终极
吉林女爵。冬去春来，你再次来到灵田前，金灿灿的米田里，几道词条闪烁着光芒。名称：金灵米。词条：微弱法力，成熟度2%。名称：金灵米。词条：微弱法力，成熟度3%。名称：兽牙米。词条：微弱气血 X5，成熟度1%。名称：兽牙米。词条：催熟 X5，成熟度2%。而那2亩新开的灵田里，也出现了3道词条。名称：寒烟草。词条：微弱魂力 X5，成熟度1%。名称：寒烟草。词条：催熟 X5，成熟度2%。名称：灵主果。词条：再生灵种 X3，成熟度2%。再生灵种。